FC-31隐身战斗机要搞一机4吃，为什么会比较容易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近日，一架编号为35003的 FC-31舰载机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。网友还翻出了央视采访 FC-31战斗机总设计师的一段视频画面。这位总师明确提到了，该型战斗机转入正式样机研制后，可能会采取一机多型的研发策略，在同一个平台上研发出4种不同的构型，这就是所谓的一机4吃。有人猜测，这4种改型大概包括隐身的舰载战斗机、空军的陆基型战斗机、外贸版的隐身战斗机，以及海军的陆基型战斗机。当然，还有人推测，不一定是4种型号，可能还会发展双座的隐身战斗机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现在开发的 FC-31舰载版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型号。那么复杂型号改成岸基型，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呢？理论上讲，的确如此。我们知道，航母的甲板面积非常小，无论是起飞还是着舰，它们可利用的空间都非常小。无论是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，还是采用弹射起飞方式，跑道长度大概都在100米左右，或者呢更短，70-80米。而着舰区的总长大概在250米左右，这个长度也是相当局促的。因此，要想保证舰载战斗机在航母上的安全起降，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和手段。当然，飞机的升力要大，阻力要小，发动机的推力和推动比要高，低速飞行时的操纵性要好，而且机翼还要折叠，以便于在甲板上和机库内的停放。在降落的过程中，还需要配置尾钩，从而呢能够让它在较短的距离内迅速的停下来。那么这一系列的改进都必然会增加机体的结构重量。那么增加多少呢？不同的机型不一样，有的战斗机从陆基型改成舰载型，大概增重要2吨左右，好一点也需要增加1.5吨的重量。那么把研制难度最大的舰载战斗机改成岸基战斗机，就可以大幅度的减轻其结构重量，从而提升它的飞行性能。重量减轻了，无论是航程、作战半径、载弹量还是机动能力，都可以大幅度的改善。一般而言，舰载战斗机的主要对手是敌方的舰载战斗机，因为它的机动性能以及外挂能力等等都会受到很多限制。如果把它放到岸上，改成陆基版的，就设计而言，就可以做大量的简化，从而让它的机体结构更加轻。那么飞机的重量轻了，无论是对最大飞行速度，还是机动性能、起降性能，都可以有较大幅度的改善。因此，只要 FC-31的舰载版研发成功，那么其他的几个改型可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。那么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先例呢？是有先例的。比如说美国的 F-4鬼怪式战斗机，它最早就是舰载型的，后来美国空军看中了，又把它改成了空军型。FA-18大黄蜂舰载战斗机也这么干过。比如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所配装的 FA-18大黄蜂战斗机就是这么改进而成的，综合性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。那么我们未来的出口型的 FC-31会是以哪个平台为基础进一步的改进发展呢？多半是以岸基型的方案为基础。何况中国人在研制 FC-31战斗机的过程中，已经开发出了2款岸基型的平台。那么未来我们的出口型会是什么样子？多半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选择，并且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升级。空军的岸基型 FC-31应该和海军的 FC-31岸基型
差不太多，只不过海军情可能对防腐这方面的要求更多一点。另外呢，由于他们需要深入海区作战，还需要配备一些特殊的一些设备。那么未来的 FC-31会不会像歼20重型隐身战斗机那样发展出双座型的平台呢？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，因为中国的航母未来很可能会配备隐身的无人驾驶舰载作战飞机。那么由 FC-31搭配这些舰载无人机实行相关的作战任务，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搭配。可以说，用 FC-31舰载版改型升级成其他的平台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而中国的设计师完全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，发展出 FC-31系列战斗机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